80、90、00有什么样的焦虑呢？我觉得是钱，大家都不理解我的痛苦。我更没有后退啊！你知道我的 resume 交出去，人家讲哇，这个快要40岁的人，我这个年龄哦，身边的朋友们赚的比我还要多。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嘞？80后典型没苦硬吃的一种烦恼啦。这种00后就在那边煽风点火。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家里是管得非常严的。我妈是。哦，安迪，听到了吗？安迪，想要换另外一半换不掉，换另外一半换不掉。这期播出去会加变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890 Talk， 我是 Brandon。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焦虑。你们会有焦虑的时候吗？当然啦，废话，一定有。我焦虑的时候就是现在作为主持人的时候。作为00后，大家会觉得我们很 expressive 啊，我们在外观上一定要比别人亮眼。所以今天你看我的衣服也是特地就多了一点点黄色 stripes。那你看这边的衣服一点一点都是，除了那位，所以那位你是没有什么焦虑是吗？我很 colorful 的。他很焦虑啊。为什么焦虑？那你的焦虑是什么嘞？我觉得睡觉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我每天也睡不够哎，因为我觉得睡觉我就不能做很多事情啊，我不能看戏，我不能讲话，我不能聊天。反正我很喜欢睡觉哎，我睡觉是很好的一件事。你知道，如果我礼拜6没有上班的话，我睡到12点起来，我会发脾气，我会骂我老公说：“你为什么不要早点叫我起来？”你老公很可怜。你看啊，我睡醒12点，出去吃个午餐，回来就已经2、3点了，然后我就整大半天过去了，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我觉得这就是80后典型没苦硬吃的一种烦恼啦。我们可能玩到凌晨，下午睡到2、3点起来，我会觉得哇，我们睡得好足啊！今天什么叫没苦硬吃？就是硬让自己受苦。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在睡觉，因为我们人生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么多好看的剧，我都没有时间看；比如说我跟我老公没有时间聊天，我们需要沟通。睡觉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喂，可是你在梦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男人，那是唯一睡觉好的好处啦。就算醒着哦，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发呆都好，我就是要醒着。你讲浪费时间发呆，不是更浪费时间？明明那时间你可以睡补完精神，你还在那边。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的啦。00后的代表，我是很喜欢睡觉的。你还有什么焦虑？我觉得是钱。大家的焦虑。90后的父母开始老了，爸爸会开始跟你讲，我想要退休了，之后你就要承担这个家的责任了。有伴侣，我的下一步是怎么？是结婚啊，还是什么？就开始觉得哇，大家都不理解我的痛苦，大家都有自己的东西吗？这些东西，这些焦虑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扛下来的。想哭，但是哭不出来。没事，熬过去就可以了。像我们的那个新鲜人呢，00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like fresh grad 了过后，你要出来找工，然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很焦虑，讲说我会不会找到一份工。来到这里会焦虑吗？这里不会啊，欢迎加入炫的团队，耶！好像被我们拿着枪，两个在手上讲。然后第二个就是钱哦，就是如果你有另一半啊，你没有可能出街还要你给我钱。看到我的银行户口就要死亡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惨了这次。这个不是你们啦，我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讲，都是一样的吧？老板加一点就好了。老板嘞，他选择看不到，其实很多00后现在已经在步入职场的范围了，因为尤其像 mass comm 这种专业是大家会觉得哇，你能不能早吃咩？你要不要考虑换个跑道？努力读了这么久，读了4年出来，不换跑道又好像是一条死路，然后换跑道又好像你又没有比别人更专业这样子。这个问题我80也是在想。你们现在还在想吗？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在这一行这样久了 ，What is next？ 很多人就讲，你跳出你的舒适圈啊，跳出去我就不舒服了，这样怎么办？这也是我在苦恼的事情。我这个年龄哦，可能身边的朋友们赚的比我还要多，位置可能也比我还要高。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嘞？如果我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上我老板的位置哦，我老板的那个 job scope 好像比我严重，还要比我重10倍这样子，我就开始有点。老板，有人要上位。这种00后就在那边煽风点火了。我们这个阶段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跳的，在这个行业你开始已经有一点点基础了。开的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加重要。不要交那么优秀的朋友。很难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优秀的人，对不对？要就继续做这个东西做下去，没有后退啊。我更没有后退啊！你知道我的 resume 交出去，人家讲哇，这个快要40岁的人来 in， 还没有40啊，跟一个20岁的人进来，当然是拿年轻人。但是你们又有经验吗？经验是。
真的有朋友去看一些心理咨商师，哦，我现在的工作我想走又走不掉，因为你很多 commitment 去卡着，想要换另外一半换不掉，换另外一半换不掉之类的。我有理解到这样子的状况，我最多跟他讲一句加油，我帮不了你什么，是你自己要怎么去消化掉你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这么任性的去。对，你看越想我就觉得啊，我感觉这个影片的氛围一直在进到职场，你们会不会有人际关系的焦虑？我觉得会有我要适应不同的沟通模式啊，跟上司啊，跟你的同事的相处。这边就好像轩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突然想到我的工作，很怕，有时候会很小心翼翼。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从毕业进入职场的人都会面对到，然后那个沟通的方式都会完全不一样。到我这个年纪是，所以我都不想要沟通，就我不想要讲话，我又不想要 social， 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好事情就好了。记得以后要找他写信先。然后90年呢，就是经历过一段时间过后90是水来的，我觉得我们像水，我们可以融入每个人润滑液的液配可以进来。对我来说，人际关系从来没有焦虑过这件事情。我绝对是因为他这个人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是可能我自己的问题啦。我除非遇到很烂的老板，没有办法沟通的人，我们比较会见机行事，就是他开心的时候才send东西过去，你的东西被 approve 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就是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我讲你要看准那个时机，一次过中，尽量少被骂是最好的。你们有没有容貌焦虑？我觉得容貌焦虑，你刚才点头就知道了。没有吧？我们在这里的应该不是很有。好像去大学的时候，如果每天穿 T 恤短裤这样出席的话，久而久之，全部人都会讲，哇，你怎么每天穿到这样 free？ 他现在的是这样的啊free 是带有一个感，会这样子的啊。对，做不能。我以前宿舍在上课的隔壁，然后我醒来就这样穿 T 恤，没有人管的，是不是我？穿短裤拖鞋去大学上课的嘞。可能不同大学不一样的风景。我想要分享一个，这个是我在国外遇到的经历。我之前是在台湾念大学嘛，宿舍是在学校里面，只是出去买一个晚餐，然后我就穿那种 Malaysia style， 你懂吗？买晚餐，裤子还破洞了那种。就我台湾同学，他就跟我讲，哎，立航，你刚刚睡醒了？我是想刚刚睡醒，我逼掉这段，我心里真是很不爽。没有，我觉得是在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你们想象不到，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化妆去上课。在台湾你素颜的话，就会有好像我是 different 的那一个人。Welcome back to Malaysia。我以前也是觉得男生是不需要去化妆，而自从就开始有上镜，他们就会讲，哦，你很劲哦，很有勇气哦，可以来素颜哦。你遇到的人都很不好他今天化妆来，我们以为他生病了。所以里面有容貌焦虑的人是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已经放弃自我？放弃我。这样减肥这样子的吗？啊，算了，肚子饿了，算了吧，还是吃东西先吧。也就是我每天 IG 就是我自己煮的东西，我都会拍一张照，然后拍照之前我还想打光会不会好看一点点。他有 social media 焦虑症。他是为了让人家看到他有在煮菜，他在经营自己的一个形象，就好像有证明自己在好好生活这样子的感觉。为什么要证明呢？就是好像几天没有 post， 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 emo 啊？就是最近顾虑别人的感受啊。不过我20岁的时候，就我大学的时候，亲戚就会透过我的 blog 去知道我活得怎么样。 blog。你有听过 blog 啊然后以前我们会去 blog 搞人家写什么东西。我们听过 blog， 这个是 B 的 blog 吧？BLOG blog blog。OK，well。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学业很忙啊，他就会透过我妈妈来问，他们最近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在 update 他的那个 blog 了的？那时候真的是焦虑哦，我要给我的亲戚看，我要在这里生活怎样，我要怎样去写那个故事。你的 blog 现在就是我们的 Instagram story 哦，而且我们 story 有时候我妈妈自己都会看。等一下，我 blog 吗？你 blog 啊？哦，安迪，听到了吗？安迪，我曾经也是 Facebook blog 我妈妈，然后我妈来问我，孩子啊，我都一直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耶，最近。哎呦 Facebook 有问题啊！我妈是怎么没有看到你的 IG story 的？你最近没有 post 东西的？哦，最近我听完了没有什么，其实我只 block 了他们了 ，sorry。就放 close friend，因为他真的每一个东西都会来问的。所以现在是有妈妈管的焦虑。啊，是我们90后哦，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家里是管得非常严的，但我真的完全不管了。所以不是你妈妈不管你，是你不管你妈妈。没有啦，没有，因就是为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会觉得我不会再去这么的在意妈妈这个管的东西。我前2天我消失了2天，因为我去我朋友家住追星，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就讲，哇，你最近追到哪里去了啊？朋友家，然后就走了，不用再交代了。这期播出去会加变吗？妈妈们不要看。对不起，妈咪。他也知道他管不了你了，就是这是你的自由了，只要你还活着好好的，没有被人家骗这样子，那个焦虑已经
变成更多是在自己你做不做得好这件事情，而不是别人的眼光，那可能也没有这么重要了。有什么在感情上的焦虑吗？就是没有焦虑，因为我牡丹到现在就是已经慢慢开始觉得，一个人生活也很好，就不用考虑这么多，钱也不用想这么多，未来也不用想这么多，就想我自己的未来就好啊。可是以后一个人过哦，没有一个人很开心啊，我可以自己去养老院住啊。只是讲不了，我跟你讲。想而已啦，你10年后你再来看呐。我跟你讲，这个 video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再看回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啪啪啪自己啊。 10年后的我再看啦。一进来就很容易脱单。好像有这个魔咒，是不是他们讲？那这个是电话号码。所以你现在有很渴望啊？有，就很渴望要谈恋爱这样子。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会我想笑。我能想到那个画面，下雨的夜。才20几岁，他夜深人静了。请问那个90的要怎么办？对不起，我希望找到的是谈心，然后可以陪伴你。哇，对，那种轰轰烈烈的已经过完了啦，已经过完轰轰烈烈对，已经了过。完轰轰烈烈了。你是有空窗期多久？现在我空窗期4年。 4年，我朋友可能1个星期都不行啊，他就是过了1个星期，他就马上去那种各种 apps 啊那边找，然后就开始进入下一段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现在00后，其实我们2个算是还比较例外的。就你看到人家谈恋爱，你不会羡慕的吗？这么讲 right？你没有羡慕过吗？七夕情人节、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还有什么7月14不？ 7月14日应该很多人陪你。绝对不孤单。没有，就我觉得这些节日我可以有我自己的仪式感。骗自己的，骗自己的。当你陷入爱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自欺欺人。然后我去 shopping mall，然后我就看到一些就 baby， 这是7夕情人节，你可以买我花吗？那我看到我就更惨了，我就想我没有的买。我没有得买，很可怜。所以你看我这7夕情人节，我就是正常上班天就好了，然后想这样多这么啊。我觉得他如果拍拖的话，碰到最惨的。对，跌得很伤，因为还没有试过那种伤。所以我感情里面唯一的焦虑就是他们这种人会一直催着我，为什么去找下一个？尤其是我妈妈也是这样子。OK， 总结来讲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焦虑都一样，只是那个程度 level 不一样。对了 ，Level 1、Level 2跟 Level 3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焦虑我们没有提到的，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讲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分享跟按赞，然后记得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跟大家聊一下究竟80、90、00有什么样的焦虑呢？那最后呢，大家也记得打开小铃铛，要实时收看我们炫的各个内容。我们今天的890，这就是我焦虑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890透呢就到这里为止，拜拜。